好，美国现在有一个社会氛围，就是真的他们有一些的分裂开来了。带你来看到是最新通过的这个法案，终于完成了川普他的想象。原因是因为呢，他在今年美国国庆日7月4号，他期许就是那个大而美法案能够放在他的桌上，让他在这一天直接签署。他认为这个就会是他这一任的一个大成功。终于众院218比214通过了大而美法案，那也不枉了，他就是一天行程空下来，一个一个去好好的给他们讲。可这个法案最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因为这个法案是增加了国防还有边境安全资金，但是削减了近1兆元的医疗补助，对穷人的食品补助，还有一些政府援助等等。川普的讲法是大成功，白宫要举行庆祝活动。所以呢，星期五，也就是在4号下午5点呢，他签完法案之后，那他4点前他要先举办一个庆祝活动，晚上还可以来放烟火。但是现在呢，在他认为是重大的成功，却是撕裂的开始。这一次其实共和党内也有人摆明了就是反对，最主要原因就是现在他的这个减税政策、驱赶移民政策，很有可能会造成美国经济的恶化，美国国债的增加。那历史会怎么写不知道，但是债务越来越高，这是肯定的。前总统呢，拜登就跳出来了，他非常生气的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在美国其实经济状况并没有特别好，但是呢，如果说他把医疗补助给砍了，把穷人领食物券的那个食物券给砍了，他想知道到底人民会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直接说他就是忙碌，而且呢又残忍。那现在呢，包括这一位克鲁曼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他也提到美债问题可能就是这个法案之后会引爆的一个美债炸弹。IMF 呢甚至跳出来说，这跟原本要缩减赤字的建议其实是相悖的。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会不会对于美国整体的经济甚至是金融造成影响？瑞银的一个调查特别强调是多国的央行现在呢已经在卖美元，转而买黄金。买黄金很明确的就是一个避险。美元本来呢，大家认为是一个稳定货币，而且呢是相对的持平，但是目前为止已经变成了外国的这一些外汇存底管理员想要积极卖掉的一种货币。而大陆这边则是有专家趁这个时候开始跳出来了，支持发行人民币稳定币。当然大家想到就是会不会开始挑战美元的主导跨境支付地位。其实呢，在美中双方最近大家一直在问，会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国运的转捩点，在于川普上任之后，他有很多的政策跟过往不太一样。以前呢，民主党政府他还会讲我要做太阳能我要做电池等等，但是现在呢，他已经特别的强调清洁能源，我不是那么在意。大而美法案里面呢，甚至逐步取消对美国清洁能源产业的税收优惠，还有补贴，所以就让他们当地的太阳能业者说，那你就是从2027年开始，整个产业拱手要让给中方去了。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制造业，他们也想问，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式让制造业回流呢？眼看制造业就是不行嘛，又是波音、达美航空说飞机飞到一半。很扯机翼的零件突然之间脱落了，而且是一直到降落才发现，竟然少了一个襟翼。这个呢，其实会让游客甚至乘客听了之后，真的会皮皮剉，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刚刚是捡回一命吗？但是即便如此，川普现在的想法是什么？是他看到的数字还是很漂亮啊。最新一个就是就业市场的数字，确实就业的职位的数量是上升的，那就业率的失业率是下降的，表示呢，川普他讲的，我们现在就像是尽量电兔子一样，非常的强而有力。但是这个东西会持续多久，没人知道。就连 Fed 主席呢，他都说我不敢预测，因为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他讲的关税。8月1号，他特别提到关税一定会上路，但是呢，这之前他讲的那些话，比如说70% 有可能课到这么多，是真的还是假的？来看看这个是德国的前总理梅克尔他怎么说。他其实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有特别提到，他认为啦，川普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呢，上次有一次他去川普在他第1任期去拜访他的时候。媒体那个时候要撤场了，然后大家在拍他们嘛，大家就说 handshake， 就是2个人还拜托握一下手让大家捕捉一下画面。
然后呢，梅克尔看到这个媒体在这边讲，他就问他说：“哎，总统先生，我们两个要不要握个手？”结果呢，川普装没听到啊，继续看着前面。他就说：“你知道吗？当你们离开之后，摄影机呢说关上离开了，他竟然又转过来要跟我握手。”他的讲法是说呢，他认为这个行事逻辑就是通过制造混乱，吸引所有人的目光。那有可能他需要的这种关注度，会在他现在处理关税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思考逻辑。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请教一下赖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他的逻辑？他大而美法案很开心通过了，说这个是一个大胜利。大而美法案对于特朗普来说，对川普。或是对于部分的共和党来说，传统的共和党人来说是胜利了，但是对于另外的共和党人跟绝大部分全部的民主党来讲，是一个大失败。对于这个整个美国的这些知识界来说的话，他们对于这个大而美法案是有很多的批评的，有很多的批判，因为他们认为说，川普的这个做法基本上来讲，我们来看一本账好了，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行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他要全面性减税，所以连最底下的人，他都可以减到大概在156块、160块左右的税，最底层的都可以。中产阶级的话减多一点点，最富有的那个1%减最多。对，所以他的整个税会减掉30千亿美元左右，那等于是政府少收了30千亿美元。然后他的逻辑是说，那我把政府的开支也减了1000多亿美元，每一年了再减。1100亿左右，因为它是用10年来做计算嘛，所以是1兆1000亿美元。你除以10的话，大概就是1100亿美元左右。那中间的缺口怎么办？中间缺口3000亿左右啊，这个缺口他就认为我可以用关税来补。所以所有的关税它一定要课，最基础是10%，像越南已经出来了，就是20%。对，然后有很多的，因为从美国的时间7月4号开始，它每一天就会发出10封左右的信函，就直接告诉你我给你课多少关税，但是可以继续谈判，然后这样一直要到7月9号，它全部要发完，那等于是100多份的信函都要发出去。然后8月1号开始起课等等，好。可是问题是我们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推断，就是说，由于它最少都要课10%，那最高按照他自己说的，有可能课到70%的这个关税的话，那你不可避免的物价一定会上涨。那物价如果一旦上涨的话，消费者他的支出会减少，那他的支出一减少，你进口的那就会减少，你进口一减少。那理论上讲，你抽的关税也就会减少嘛。那抽的关税一减少的话，那就不是你用现有的进口量的关税来做比了嘛？你就不能这样讲，因为你的进口一减少，你的关税也就减少，所以你的这财政的缺口就增大了。因此，他自己本身也有预留一个伏笔，就是说5兆美元的门槛把它打开了。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不够的话就发公债。那发公债，大家都知道，当你的美元你造成了大家的紧张，美元一直跌，公债越来越不信任，这个时候大家会对于你的财政破产危机的可能性会越来越高。那因此去买你美国政府公债的就会减少。那你政府公债卖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办？你就把殖利率再升高。就是利息再升高了，因为你只能够把利息再升高，你才能够让人家更多愿意来买你的公债，那你的利息支出是不是就要增大？所以他就要逼的联准会把利息下降。那你把利息一旦下降，那大家更不愿意去买你，那这个时候是不是最后会造成你的崩跌？所以我觉得一本账来讲，大家都觉得实在是不可行。最后一个就是克鲁曼他的批判就是在于说，你把这些钱用来补助过去的产业，可是你对未来产业呢？所以未来产业你一定会输中国，而且会输得很惨。那未来产业才是美国的未来。然后所以他认为，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就是等于是把美国整个国家拱手让给中国了。请教一下董哥会怎么看？其实大家看到大而美，然后又想到川普胜利了会怎么样？那也没办法，因为他还有3年半的任期啊。那简单讲这是一个川普在让美国再度伟大最重要的法案。这个法案是由德州的一个众议员，他叫阿灵顿
大家知道阿灵顿是美国的一个军人公墓，会不会就这个案子就被送到坟场了？也没有，他通过了。那通过他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对于他非常陌生，对台湾的影响其实很大了。他最主要就是9个字，一个就减税，一个就砍支出，一个管制边境，9个字，就好像民进党说不要核电，他也给我们9个字，不用核，不涨价，不缺电，民进党给我们这样的9个字。那川普这个他显然很得意啊，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大成功，参众两院都够了，那我签署了就下去实施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看到，那一般人对于很多内容他未必非常清楚，因为很多跟台湾也不相关。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因为那个管制边境是他很重要的。川普第一任是要盖一个万里长城，把整个墨西哥跟他美国盖一个长城。我那时候开玩笑说，可以请中国人来帮你盖啊，中国人最会盖长城了。但是他这一次，他开始这2个月来，大家看到美国到处在抓非法移民，抓得非常难看，甚至跟加州的州政府大概都要开干起来了，对不对？国民兵什么都看到，陆战队都到场了。但是他最主要是怎么样？他增加很多钱给这些人，要加1万个移民官，移民官增加1万个，然后呢，给4500亿的美金就是我要去做很多设施，这些设施就是加强，譬如说盖监狱，把这些人收容起来，类似这样，然后140亿是要驱逐的费用，包括增加一些武器啊，或者一些那个电击枪啊之类的，然后还要500亿，用来做一个各种的那种各种我们其他的那些开支啊，这些开支包括什么？包括监控，譬如说你无人机啊或什么这一些，所以大家为了一个边境要花那么多钱，没有错。所以川普他有些想法真的很特殊，这个特殊怎么样？除了他讲语言，譬如说他讲为什么我不补助电动车、绿能这些我统统不补助。他说我看到太阳能板它就是一种视觉污染呐。川普一定是看到台湾的新闻，因为看到我们高雄大树那个51公顷的树被砍掉，铺上太阳能板，他说那是一个视觉污染。这句话讲的没有错。可是里面最可怕的是怎么样？他把很多陋室的那个都把它拿掉了。你知道，大概这30年来全世界跟经济和政府治理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一个法国人写的，这本叫《21世纪资本论》。它里面讲一个政府应该如何去分配，因为你一个政府你开放的时候会有很多弱势需要去补助，你要政府的力量才有办法。那川普把这些补助都拿掉了，所以有1180万的人会失去医疗保险，800万的人会粮食的补助会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它其实已经违背了一个政府组织应该去照顾弱势的原则。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看到川普他一直都在做过去的事，盖万里长城啊，然后使用石化燃料啊，这一些都无法对接未来。那实际上来讲，我们讲到一个领导人啊，其实他要给所有的人民一个愿景，然后同样的，他也要主导这些产业啊。我们看看中国大陆，他强调的新质生产力，强调了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太阳能板，还有电动车这种新3样，也就是未来性。这个未来性代表的是什么？因为欧盟未来都要喝碳水啊，也就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以后一定后悔。那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它到底它在这个25年间呢，它的发电量增加多少？增加13%。如果我们来看中国大陆，它的发电量增加多少？它是翻倍又翻倍啊！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资料中心啊，它不设在美国，它跑来设到台湾，或者去设到其他电力比较便宜的地方，原因就在这里啊。也就是现在它不用太阳能，它不用风能，它回头使用石化燃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等到未来的10年后的某一天，他们回头的时候，他就会真正的发现，其实美国对于这个能源的部分已经没有相关的竞争力了。
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大而美法案，它的这一个支持度到底是如何？我们看到这几家民调无论是我们前面看到的 KFF 这一个健康新闻媒体，以及 Fox， 还有那个昆西大学，还有这个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通通不支持的都是反对的，都是站在多数，然后支持的通通都是少数。如果我们把它细化到说，这个有党派的那个之争的话，的确是我们也就看到那个，如果说我们看到全体的话，其实不支持的比较多，支持的是比较少。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些支持 MAGA 的72%支持，那但是呢，我们来看不是 MAGA 的只有33%支持，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一个是川普他在实践他的竞选承诺，但是对于人民来讲是无感的。但是下一次选举，那共和党可能就会选得很惨。其实呢，那明年当然他会遇到一个就是期中选举嘛，所以他也想要做一些事情，包括什么？包括他会告诉大家，我有在做事，我在帮忙我们的这些企业卖东西吗？好，原因是因为到底川普有没有真的要在9月的时候，带着美国的企业主 CEO 们去中方访问？日本媒体报道很多，但是呢，大家想问的是，那中方这边，那你有收到讯息吗？中方的商务部不愿证实这件事情到底是对，又或者是有没有，反正没有信息提供啦。但是希望美方跟我们相向而行，减少误解。其实美中之间最近有一些新闻，你可以看得出来，到底他们的互动状态是什么？因为呢，现在就有讲了，美国已经开始解除了多项限制，想要换稀土吗？因为呢，不只是晶片的部分，希望说能够解除限制。现在最新看到的就是乙烷，还有丁烷，以及呢机床航空设备，甚至最新的是 C919的引擎出口禁令，现在也都已经通通都解除了。那换句话说，不过是先前的这一些所谓的限制，一个一个慢慢的打开，一个一个慢慢的松开了吗？甚至呢，还有提到有一家航空企业，其实这一次它对华出口的许可证限制，也在同一天都被解除，都取消了。那中方呢？中方最近做了什么事情？来看看，中国已经连续3个月必买美国石油，创下2018以来最长的记录。那当然呢，对于美国来说，因为他们是有生产页岩油嘛，他们现在也是能源大国，不要忘了哈，所以跟当时那个石油危机的状况已经不一样了。他们也有页岩油的生产商，那本来就有一个货是想要卖给中方，现在中方不买了，对他来讲当然是油价会跌，雪上加霜。再来看到的是什么？委内瑞拉，你会问他不买，他跟谁买？好，委内瑞拉呢，先前说华盛顿5月的时候也给他们撤销了授权许可证，那跨国的石油啊、天然气啊这些营运许可给他给撤销了。那他不能卖给美国的这些企业了，对吧？他就干脆转卖给中方，开始呢输往中方的油轮出口量增加了。那中方还做了什么事情？他跟美国呢可能有一些的问题，没关系，我交其他的朋友，朋友圈已经增到了55国，也就是实施免签。那现在扩大到55国之后，当然外国人来的就会更多了，那也提升了他们内部的一些希望内需啊、购物等等的需求嘛。这一些呢是中方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那大家就想问，所以呢之后川普他到底在关税这一战跟中方前面看起来，有没有学到一点点的教训，又或者是感想？好像没有呢，因为他今天出来讲法是说，8月1号开始缴关税哦，没有一个会漏掉。最早7月4号，台湾时间7月5号我就开始寄信了。那10到12个贸易伙伴收到了通知信之后，慢慢等到7月9号，最高会是70%，那最低当然就是所谓的起跳价10%，大家没有办法逃过这一劫。那发起了关税战之后，当然就会让金砖国家开始是不是趁虚而入啊？原因是因为既然老大都已经不老大了，那我们还要认他当老大吗？谴责不合理的单边保护主义兴起，以及无差别的调关税。日本这边，
你知道讲了什么吗？日本现在呢，对于川普很应对吧？他们说了，即使川普下台，美国人将延续他的政策，所以他认为他不如跟中国还有韩国好好的加强合作，增加我的自主性，这应该比较重要。目前看到的是中韩之间呢，他们的产业供应链也开始有热线会议了，同时呢，也关注到中方这里的稀有金属还有稀土的管制出口，原因就是因为先前呢，在中方这边所有的这个稀土出口全部都是要有许可管制，甚至呢也学美国嘛长臂管辖，那我就是希望我如果说管制美国的话，你就不要转到美国去，这一些都必须要好好谈。好，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在日本这几天，除了说关税很紧张之外，另一个紧张就是今天7月4号，明天7月5号，所谓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这个大预言，只剩最后一天，传出有部分航空公司甚至还开始减少赴日航班，离日的旅行也增加。那当然，这一些呢，就是大家心里头会有一些的影响因素，所以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这个影响因素，大家想看到的是关税战这一回，看到川普有可能率企业主到中国访问，但是中方的外交部这边、商务部这边都没有回应。目前这种传说沸沸扬扬先是日本两个媒体，一个是日经亚洲，一个是共同社，他们说这个川普9月份会到中国去。然后会这个出席阅兵，会跟普丁也会见面，所以等于是中美俄3个领导人会见面，这是一种传说，但是没有被证实。现在的第二个传说是可能是10月然后问了白宫，白宫也不讲；问了美国的商务部的这个部长，他也不讲；问了大陆，大陆也不讲。但是这个消息是从这次就不是从日本传出来的，这是从欧洲、美国这边传过来的。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说那个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已经在打电话给这些 CEO， 问说他们要不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的，是因为对川普来讲，他希望有足够的面子，浩浩荡荡的带着一群美国顶大的这些，例如说前50大或是前100大的 CEO 能够到中国大陆去，然后谈妥一些贸易那这样的话他有功劳，可以回国的时候可以吹嘘，这是一种传说。但是我们看到目前来讲，川普就有通过2个协议，一个就是跟英国，那也是片面的，美国对英国课10%的关税，但是英国不能课美国。那即使英国人每一年给美国人赚了100多亿美元，但是英国还是不能课美国人的关税，美国人可以课。那更惨的是越南，越南是不能课美国人的关税，所以越南的关税对美国来讲是0，但是美国课越南是20%的关税，那转口是40%，这个就形成了2个典范。对，第一个典范就是说，对弱小如越南的，那基本是不是就是20%？所以有人就联想到，那像台湾是不是就20%的关税？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股市就已经进入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在提心吊胆。好，可是问题就在于大家豁然发现，全世界只有大陆，你克我10，我就跟你克10，你限制我的引擎，限制我的晶片，限制我的乙烷丁烷，我就把稀土控制住，不给你。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给我这些，我就给你稀土，那就变成全世界只有大陆敢跟美国叫板，就是你克我10，我就克你10，你给我禁止这个，我就给你禁止那个。那其实梅克尔也都站出来了，说我们应该要学中国，我们欧洲有实力跟美国对等的干，但是看起来全世界可能只有中国大陆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勇敢。其他的国家都像龟孙子一样躲在那个地方，就任美国怎么霸凌你。好，这个关税战呢还在持续的进行。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美中之间的，其实大家现在关心的就是关税战这一局。好，董哥，请教一下，你认为8月1号要开始缴关税了，大家应该怎么看？因为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关税其实川普他是一意孤行。那现在他把这个信寄出去了，就说我开始其实最主要就逼你们继续来谈那这川普的手法，大家也不用奇怪。但是你要看你跟美国做朋友，在亚洲来讲跟美国最
顺从他的是日本了。对，日本现在只因为没有买美国汽车跟大米跟石油，被他天天羞辱。其实日本样样都依顺他，在过去拜登时代就依顺了，不用讲。那他只是没有买美国车。川普那时候我美国车那么大那么好开，你为什么不买？石破茂首相说你们美国车耗油，然后你走价，那又那么大不好停车啊。所以你在我这边没有市场啊。是你应该来找我们，我们日本人很会做汽车，小而美，不是大而美，省油好停车，然后性能又好，很不容易坏掉。哦，那我们愿意跟美国谈着，教你们怎么做好的小而美的汽车，美国人不肯啊。那现在他当然会遭受抛物，可是现在日本态度也慢慢强硬了，认为你态度你觉得你过去被你吃够了，对不对？过去日本被美国的广场协议搞到经济30年爬不起来啊。那大家看这个情况就知道了，其实中国大陆这一次在对美国的谈判里面有一些态度蛮受各国的尊敬，就说你就要强硬。你那么软弱就被他吃死啊！过去美国经济独大，世界很多国家就只有我们单打独斗打不过他，我们要联合。最有名的就是欧盟嘛，欧盟最早叫马斯垂克条约，然后欧洲共同市场就进到欧盟。结果欧盟因为有一场战争，俄乌战争，主要的国家也就是北约的国家嘛，那下去打了，大家就很害怕。哎呀，俄国人这么厉害，就这边僵持不下，每个国家都受到影响。那所以他们现在就有一些意见就变成不太一样。那对美国的态度就比较软弱。他本来很听美国的，大家可以看欧盟去年怎么去修理中国大陆，电动车通通不准。来的话克35，除非你把配方告诉我们，很无耻的提出这种要求啊。那现在呢？现在态度就比较不一样。很多人觉得说，还是中国大陆跟他硬杠，还是反而可以获得很多好处。所以现在的整个世界上的一个关键的时间在改变了。那这个改变当然，我觉得日本的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讲的最好。美国不管谁当总统，川普下台以后，他会继续执行。我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不管谁当选总统，他都叫麦卡锡。麦卡锡是个麦卡锡主义的执行者。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做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小舰长。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改变战术，因为原有的战术，也就是极限施压的方式，其实并不有效。那他现在要转向管控这个谈判，他说要仿照上次到中东一样，找非常多的 CEO 去，可是他有想过吗？中国大陆全部都是竞争厂商啊。大家晚安，我是陈妍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资深媒体人董志森，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赖小姐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星期很多人期待的是什么？我们的总统第5奖要登场啦啊！因为呢，我们按照时间给他算了一下，他从6月22号开始讲嘛，那应该就是会讲到7月底之前，也就726投票之前要讲完，然后有10奖，所以你去给他仔细算一下，大概3天应该要有1奖啦。那每一奖都很精彩，但您来回顾一下，第1奖是什么？是猛犸人。第2奖6月24号，等于是2天过后就变成一个杂职人出来了。然后呢，到6月29号，大概过了5天，出现了表决多数人之后呢，再过了2天，又出现了这个1万块，你需要吗？你需要吗？那个万元人，所以算一算，应该最近要再有1奖了吧？今天都已经7月4号了，什么时候才有奖呢？我们还特地打电话去总统府询问一下，我们好想要聆听总统的团结10奖第5奖，听说会讲外交。
但截至目前为止，他还没给我们答案，什么时候要再次大登场，非常期待。当然啦，大家也很期待是什么？期待说，总统现在想要给我们军人荣誉感，他到底还会出哪一些招？继搭商务舱之后，现在说经济部真的有打电话去各家的这个餐饮店。问一下说请问一下有没有办法配合军人节前后提供用餐优惠？而且呢，餐厅出来爆料说，他们讲说那能不能比如说送杯饮料什么？他说不行哦，不能赠送料理，一定要是金额折扣，让这一些业者认为说，这真的是很可恶为什么呢？经济部长，我并没有强迫你呀，我也没有胁迫你呀，我打电话问一下而已，问一下都不行吗？可是问题是，就像是苏一峰这个我们的医师所说的，他特别强调，这个算不算功德台湾鱼肉乡民啊？怎么大家都不愿意配合呢？因为说实话，每一个人赚钱也都是血汗钱大家也都是兢兢业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为什么一定要配合政府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呢？这不用成本吗？回过头来，即便说啦，像华航这一种有官股成分很高的，他们的工会也跳起来了，他们的工会就想问说优先升等要确定了，那华航董座号召要出来协调，可是呢，华航长荣的工会出来表态，政府不要一意孤行原因是因为国家是把这个成本转嫁给企业跟劳工那本来呢那一笔预算，对，预算有限嘛，盈余就是那一些嘛，那你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你是不是会这样子而影响到了劳工的权益？这是工会他们想要表达的嘛再者，如果政府真的有意愿，你为什么不拨一笔预算呢？为什么一定要民间出来做功德呢？这个是大家不太理解的一件事情。同时，大家也想问，现在呢，其实在两岸你说军人需要荣誉感，是因为两岸兵凶战危嘛？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看一下对岸发生了什么事情？人家现在的山东舰呢，已经有歼15T 亮相了。直接看画面吧。这个歼15T 呢，现在配备更强的起落架还有起飞能力，同时它是可满油满弹起飞，还可以挂载霹雳15。霹雳15在上一次的这个8应战之间呢，就让大家看到了它的一些实力。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也看到。现在因为美国的航母进入了南海，所以呢，解放军的轰炸机它反而呢就挂了反舰导弹来巡黄岩岛，也就是说呢，轰6K 直接挂了鹰击12的反舰导弹来做巡导。那其实这就表示着他们现在没有要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且近几年来，在海上实力上面，除了说航母数量的增加之外，也已经从近海防御搞到了远洋射战。因为呢，除了已经有3艘舰，现在呢可能这个山东舰之后，还有福建舰要正式在服役之后，那个数量上又再次的提升。同时呢，现在在全球的数量上，军舰数量上，它也算是第一名。这一些呢，基本上都是非常大家看得到，而且很客观的一个评量，还有评比。那大家就想问，中国称美军的海军战略正在转向当中，到底它的优势还在不在呢？毕竟现在美国海军它传统的是什么？它航母确实数量还是比较多，但即便如此，像它的一些优势战略，比如说呢，拒止的战略，要控制对方在关键海域的行动能力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美军已经要放弃了呢？另一件事情则是他们也移交了10艘的海防舰给东南亚4国，说是要抗衡南海这边中方的一些胁迫，甚至呢，他们还表示这个大陆舰飞弹击杀网卫星精准呢，而且会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对于美军来讲会有更强大的致命的杀伤力。这一些都是美军现在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跟大陆这边解放军彼此在较劲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评量，以及他目前自身认为自己的实力位置在哪里。那当然啦，北京现在也有先前就听到青龙湖有地下的军事指挥中心，甚至呢现在还讲说会有防美钻地炸弹的攻击。这个到底最后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跟样貌？
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实境，但是呢，有非常多的说法，说它甚至比五角大厦还要大，大了有10倍以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军要怎么样来看待未来这10年发展下来，美中双方的军事实力会如何拉开差距？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董哥，您怎么样来看？好，当然了，这个就是这个周末听说啦，应该会在南部这一边会有5奖，那会不会真的实情开奖还不知道，毕竟大家很期待，认为1奖比1奖更精彩，肯定第5奖会是一个高潮。那当然啦，因为他外交本来就是民进党这个台独政党里面，他有非常可以琢磨的空间。可是因为前面4奖已经被讲得这么不堪了，大家当笑话看。那大家可以看到了，整个民进党内部其实他有一点炸锅，都不晓得要怎么去替你辩护。所以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回为什么我们记者去问说，到底你的外交第5奖要在什么时候问不出来？我相信他们现在要求赖清德你照稿练，你不要偷稿演出那偷稿演出都是被人家当作笑柄的。那我来讲第4奖的金人其实为什么最近有一些惊人的动作？因为过去民进党对金人态度是非常恶劣的而且是用羞辱的。从民进党还没有成立之前的党外就开始羞辱，羞辱到民进党成立，每天我那时候当记者，我民国70几年就在当记者，你那时候只要去听他们在执行，他们骂金人我们这里有2个县职业金人出身的，我告诉你，他骂金人就是米虫，每个人开口闭口都是米虫，他有哪一句好话？现在说哇，金人可以优先进入，坐飞机可以优先进入。到目前为止宣布了3个月，只有11个金人真的优先进入。其实你一般真正的金人我干嘛优先进入？我跟老百姓一样，我休假我就一起进入啊。你说给我头等舱，我也不要，我好手好脚。头等舱为什么不给那些老弱妇孺呢？对不对？这是革命金人就是这样，保家卫国都是这样嘛。他们现在故意这样。那我来讲，我过去采访新闻的经验，我自己碰到的，民进党从还没有成立政党之前就天天骂，到他们成立政党，天天大家最熟悉的一句话：教官退出校园，你们教官都在学校教党国教育。结果蔡英文2016年当选，民进党马上在立法院，因为那时候已经过半了，马上提案要求教官2018年必须退出校园。然后他们下来就继续他们执政了，从那时候执政到现在，教官现在也还没有完全退出校园越来越减少而已对不对？那大家看到这情况，为什么他仇恨你们教官就是金人去教化学生，就好像民进党现在在跟学校的学生洗脑，用课纲用一堆台独的老师一样嘛。各位，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你可以看他过去对金人多么的羞辱好，那我自己跑的经验又来了，我每一样都是我自己跑新闻的经验他们把教官找到议会里面去出操，所有高中的主任教官通通来议会备询，然后你们通通站出来，立正稍息，向右看，大家傻眼了，我们当记者就傻眼了。你们的议员可以这样羞辱教官他们很得意，他们的支持者好兴奋隔了2个会期，他们把警察、保安大队长、3线1星带一堆人在那边抄。抄给我看，我金警就是被民进党羞辱了，他的支持者认为你羞辱金警，我们就很高兴，就有票各位这都是我亲眼目睹、亲眼采访的你今天会说民进党为什么这么突然尊敬金人呢？我告诉你，因为国民党今年6月10号提出了，你要尊敬金人，第一个给他加薪你现在自愿役征不到所以6月10号立法院3读通过。那时候民进党是很愤怒的，阁揆是出来骂的，怎么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怎么样释宪，要怎么样复议？结果赖清德想想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7月26我们要投票，我们金人也是票金人虽然是17、18万而已，但是票包括他的眷属票也不少而且这些人特别喜欢投票，他会去投票，很多人选择不投嘛，所以赖清德只好勉强大概几天前宣布说我们决定照立法院的那个来实施大家可以看到了嘛，立法院只要有增加预算的法案他们就出来骂违宪，这是行政权的一部分，马上送宪法法庭，只有这一件他没有然后现在开始说要给他们做头等舱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的，他假装对军人释出了非常多好的信息，很多的善意啊。那过去几十年的羞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在跑新闻，军人是免税的，民进党天天骂得非常难听，非常那个，为什么大家要税，你不要税？我们对军人尊重啊。结果一直骂到民国101年，军人开始要缴税了。我们给军人免税不是天经地义吗？他保家卫国啊，给他的尊重啊。民进党一路骂到取消，现在还有脸假装对军人很和善，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但其实啊，也必须讲，就是确实啊，就是军人如果要给他荣誉感的话，我们也是呼吁政府啊，是不是直接就用预算嘛，对不对啊？因为呢，这个功德台湾，因为你包括了要让他升等啊，或者是说呢，要给他这个打折、餐饮打折，这一些好像都是让民间的这些企业来承担啊。另一件事情就要反驳一下董哥啦，你都要公益公料不好，刚卖公料盖后，我们非常期待第5讲，很怕他不讲啦，因为大家现在都一直在讲啊，每一讲越讲越精彩，甚至现在都有人说要冠名赞助了。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燕颖，我觉得你这样子有点那个。我们觉得他讲的很精彩，对，因为团结实讲，我们希望赖总统团结。最主要因为这样有新闻可以做啊，这个因为可是苦的是我们老百姓啊。我们老百姓在那边听他在那边越讲，然后台湾的社会越仇恨，越讲台湾的社会越撕裂，连《纽约时报》都看不下去了，说你赖清德的团结实讲，你每一讲台湾是分歧越来越大，然后大家越来越不满，然后大家越来越仇恨，这个叫做团结。结果他越讲越不团结，越讲大家越痛苦。我觉得这个赖清德这个部分，刚刚董哥我也要纠正他一下，他说。你赖清德就照稿念就好了嘛，你脱稿演出干嘛呢？可是问题就在于他连照稿念都不行哎，为什么？因为他的稿子写的也很烂，因为有很多台独大佬已经跳出来说，你这个文胆是怎么找的啊？所以你看，连这个稿子都写不好，那脱稿就更严重。文胆因为去当匪谍已经被抓走了。哦，这样子，所以文胆也写不好，然后他脱稿也讲不好，然后就到处就。变成我们新闻可以做的一个焦点。他也讲到，你刚刚董哥又唤起我的痛苦的回忆啊。因为我们军人啊，薪水真的不多，即使你升到上校，你的薪水，我回台湾的时候，我们也不过6、7万块钱台币，你还要缴税，你想想看，那压力有多大？就是一般很多军人眷属啊，因为先生一直调动嘛，所以很多的军人眷属他很难找工作，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变成在家。帮忙看孩子等等的，你想想看，一份薪水养五口人，再缴税的话，他怎么过日子？那就拿房子去抵押贷款，然后那个贷款里面再来补生活费，一直熬到小孩子长大，然后再想办法把那个钱补回来。我觉得一般人，民进党他对军人的侮辱、羞辱，他是不遗余力。我们是感同身受啊，痛苦啊，气啊，恨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年轻的岁月守在外岛。守在外岛的时候，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却面临的就是被羞辱。好，那赖清德讲的对军人的这些做法，坦白讲，我就有一个状况，假设有一天我要出国，那我带着太太小孩，结果我可以走那个快速通道，结果他们2个必须要排队，那我快速通道意义在哪里？我还不能够就近照顾他们呢。那你说，那眷属也一起走，那我户籍要不要带着？因为我如果爸爸妈妈或是岳父岳母，那户籍誊本是不是要带着来证明他是我的家人？好，那我再做一个状况，假设我们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要去欧洲玩，那你知道这个台北到巴黎商务舱是要10几万以上10万开头了，那经济舱就是3万到4万多左右，那3口人坐着，结果呢，他通知你说，你可以升等到商务舱。那我的太太小孩是不是坐在经济舱？我去还是不去？那我说，那我把我的权益交给我的那个太太或者女儿，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那我可以转卖了。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嘛。然后航空公司一看说，哎呦，这个快要到报到截止了，然后结果还有一些商务舱的空位，后面来的就说，打折卖你，因为不然的话我就这个就亏损了嘛。那我就干脆打折卖。把整个航空公司搞得一塌糊涂，那还有很多，你知道有很多的这些机师或是航空公司的眷属，他们是有优先排队权的。你等一下把他们剥夺吗？那到底是谁优先？
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就身边是一张嘴乱讲。我就觉得赖清德真的是在这部分好好的内行一点吧。其实他一直在告诉我们抗中保台，我们也认为军人呢保家卫国非常重要。但是你看，我们现在看看对岸的这些军事实力，就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您会怎么样来看目前他应该做哪些正事？攻得台湾，善哉善哉。我们这样讲啊，有关于商务舱这个问题啊，可能大家有很多的误解，大家认为这应该是由航空公司来负责啊，其实在美国不是，在美国其实是军人穿制服。然后呢，是花钱掏的白花花的银子，刷着金卡、黑卡、白金卡的这些人，他去买了这个商务舱或者是头等舱的座位，他让给军人来坐的，这个才是美军的现况啊，不是说我拿一个证件说我是，然后我就可以了，有证据的。我们来看啊，有非常多的这个在讨论的内容啊，大家可以到网络上去看嘛。那这是讨论的那个原文的部分啊，这个是达美航空他的一个客户经理他自己讲的，也就是他坐在座位上啊，他注意到了有的穿着军服的陆战队的上尉，那他登机了，那结果呢，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他，他觉得非常的酷。这个才是真正的实况，不是由航空公司来补贴啊。那另外一个也是啊，他是坐头等舱，然后他把这个位置呢让给一个空军的狙击手，然后他说空军有狙击手，他其实是不知道的，但是呢，他拿了非常多，就像小舰长拿的手板一样，给这一个让位的这一个企业主管来做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一个政府连实际上美国的状况都搞不清楚，然后呢就跟着搞。那真正其实啊，我们讲商务舱，这个飞机的商务舱其实有一点远了，高铁的商务舱嘞其实是比较容易执行的，而且不是高铁刚换董事长吗？现在正好拿刀来磨一磨嘛。那刚刚主持人规定的功课一定要讲有关中国大陆的那个进步啊，我们必须这么说，中国大陆除了我们讲体系化建军，它连无人载具也体系化建军。这是我看到的一篇论文啊，他讲说在空机、水面舰以及水下的这一些载具，它为什么要协同时钟同步算法？为什么？因为它通通都是无人载具，它需要一个正确的时间，而且这件事情我们在去年的珠海航展已经看到了。这个是我们看到虎鲸号上面有直升机，然后最近，也就是其实不是最近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发现中国大陆开始有这个45公分，不是，对不起，45公尺，5公尺宽的这个水下无人载具，这一个真正的，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体系化建军。那我们想清楚了吗？我们就在枝微末节上面打转。那你说要给军人一些打折，如果商家最后说好了，那就去尾数，那个5块10块的，那7、8块的都不要，那我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优惠还是侮辱呢？你反而你这样做，军人一点都感受不到，反而那迎来了大家的压力。其实有的时候政府做事情就是你怎么样述说，你那个前后的一致性，会让大家看到你的态度，当然也会影响到社会氛围。